他了，开睡。可能有人觉得汉文帝刘恒没什么爆点，既没有秦始皇统一六国的霸气，也没有汉武帝开疆拓土的热血，一辈子就围着省钱、减税、治农、打转，没意思得很。但这个在吕后屠刀下活下来的边缘皇子，这个把残破汉朝硬生生拉回文景之治的仁德君主，他的故事里却藏着最戳心的家国担当。他让我们知道，在乱世之后，一个帝王要怎样忍，怎样扛，才能让百姓从饿肚子过上吃饱饭的日子。拿起手机，设置好听抖音模式，咱们一起沉浸式追剧，从公元前203年刘邦军营里的那个婴儿开始，看看低调帝王刘恒是怎么逆风翻盘的。公元前203年，楚汉之争正打得昏天黑地，刘邦的军营里，一个男婴咕咕坠地，他就是刘恒。这孩子的出生没给刘邦带来多少惊喜，当时刘邦满脑子都是怎么打败项羽，更何况刘恒的母亲薄姬只是刘邦众多姬妾里最不起眼的一个。薄姬原本是魏王豹的妾室，魏王豹被刘邦打败后，他才被纳入刘邦后宫，一年到头也见不到刘邦几次。母凭子贵这事儿在薄姬和刘恒身上根本不成立。刘恒的童年几乎是在军营的尘土和后宫的冷遇中度过的。别的皇子能跟着刘邦骑马射箭，听谋士讲兵法，刘恒只能跟着母亲待在偏僻的宫院里，看着其他皇子热闹，自己却像个局外人。薄姬知道自己和儿子没靠山，就反复叮嘱刘恒，咱们娘俩在宫里少说话，多做事，别跟人争，平安长大就好。刘恒把母亲的话记在心里，从小就学着隐忍。别的皇子抢着要华丽的衣服、精美的玩具，他只捡最朴素的。宫里的太监宫女见他不受宠，偶尔会怠慢他，他也从不计较。更难得的是，刘恒不像其他皇子那样养尊处优，反而总爱凑到军营的士兵身边，听他们讲战场的苦。有的士兵说家乡闹饥荒，父母孩子都快饿死了；有的士兵说自己打了好几年仗，身上的伤从来没好过。这些话刘恒都默默记在心里。他第一次知道，原来除了后宫的冷清，天下还有这么多受苦的人。这种早早就体会到的底层疾苦，成了他后来治国时以民为本得初心。公元前195年，刘邦病逝，吕后以太后之尊把持朝政。这个心狠手辣的女人，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，开始对刘邦的皇子们下狠手。先是毒死了最受刘邦宠爱的赵王刘如意，接着又逼死了梁王刘辉。其他皇子也活得战战兢兢，生怕下一个就是自己。刘恒和薄姬因为太不起眼，反而成了例外。吕后觉得这对母子没什么威胁，既不会争夺皇位，也没什么势力，杀了反而落人口实。公元前196年，吕后做了个顺水人情，把刘恒封为代王，让他去代国就藩。代国在哪儿？就在现在的山西大同附近，紧挨着匈奴，是汉朝的边境之地。那里常年受匈奴骚扰，土地贫瘠，百姓大多是逃难来的，日子过得苦不堪言。明眼人都知道，这哪是封王，分明是把刘恒母子发配到偏远地方。眼不见心不烦，可刘恒接到旨意后没有抱怨，反而跟母亲说，娘代国虽然苦，但能远离长安的是非，咱们能平安过日子，还能为朝廷守着边境，挺好的。就这样，年仅8岁的刘恒跟着母亲离开了长安，踏上了前往代国的路。一路上看着越来越荒凉的土地，越来越破旧的村落，刘恒心里暗暗发誓，到了代国一定要好好治理，让这里的百姓能过上安稳日子。抵达代国首府晋阳，现在的山西太原后，刘恒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走访边境村落。他看到百姓的房子都是土坯搭的，冬天漏风，夏天漏雨，家里的粮食只有少量的粟米，有的人家甚至只能靠挖野菜充饥。士兵们穿的铠甲都是破旧的，武器也锈迹斑斑，却还要日夜防备匈奴的突袭。刘恒心里特别不是滋味，他对身边的官员说，
百姓和士兵过得这么苦，我们这些当官的怎么能心安理得地享受？当天晚上，刘恒就下令削减代王府的开支，把王府里多余的财物拿出来，一部分用来修缮士兵的营房，补充武器，另一部分用来救济贫困的百姓。他还让王府的厨师减少饭菜的数量和种类，自己每天只吃2顿，每顿只有1荤1素，带头过简朴的日子。官员们见代王这么做，也不敢再铺张浪费，纷纷效仿。代国的风气很快就变好了。除了节俭，刘恒最关心的就是农业。代国土地贫瘠，很多地方种不出粮食，百姓只能靠天吃饭。刘恒就亲自去田里，跟着老农学习农耕技术，还请来关中地区有经验的农夫，教代国百姓种植耐旱的粟麦，改进农具。他还规定每年春天，王府的官员都要带头下地干活，百姓只要努力耕作，就能减免一部分赋税。有一年春天，代国遭遇了旱灾，地里的庄稼都快枯死了。刘恒每天都去田里查看，看着干裂的土地，他急得睡不着觉。后来他听说祭祀山神能求雨，就亲自带着官员去山里祭祀，还跪在地上祈祷，要是百姓能有收成，我愿意多吃1年的粗粮，少穿1年的新衣。或许是巧合，没过几天就下了一场大雨，庄稼得救了。百姓们都说是代王的诚意感动了上天，对他更加拥戴了。在防御匈奴方面，刘恒更是费了不少心思。匈奴骑兵来得快，去得快，经常突袭边境村落，抢了财物就跑，士兵们根本来不及防备。刘恒就想出了一个办法，挑选精锐士兵组成边哨队，分成几班，日夜在边境巡逻，一旦发现匈奴的踪迹，就立刻点燃烽火，通知附近的村落和军队做好准备。有一次，匈奴来了几百名骑兵，想突袭一个村落，边哨队很快就发现了他们，点燃了烽火。村民们赶紧把粮食和财物藏起来，躲进事先挖好的地窖里。军队也迅速赶来，把匈奴骑兵包围起来。匈奴骑兵见偷袭不成，反而被包围，只能仓皇逃跑。这一战后，匈奴再也不敢轻易突袭代国的村落，边境渐渐安稳下来。刘恒还知道，光靠武力防御还不够，得和周边的少数民族搞好关系。代国附近有鲜卑、羯族等部落，这些部落有时候会和匈奴勾结，有时候也会和汉朝友好。刘恒就经常邀请这些部落的首领来王府做客，和他们一起喝酒、打猎，还送给他们丝绸、粮食等礼物。他对首领们说，我们都是邻居，应该互相帮助，而不是互相攻打。你们要是有困难，尽管跟我说，我一定帮忙。要是匈奴欺负你们，我们也可以一起抵抗。首领们见刘恒这么真诚，都愿意和代国友好相处。后来有一次，匈奴想拉拢鲜卑部落一起攻打代国，鲜卑首领还特意派人来告诉刘恒，让他做好准备。就这样，刘恒用柔刚并济的办法，把代国的边境打造成了一道稳固的屏障。刘恒在代国一待就是15年，这15年里，他从来没主动和长安方面联系，就算吕后派人来慰问，他也只是汇报代国的治理情况，绝口不提长安的政治。吕后见他这么安分，也就没再找他的麻烦。可谁也没想到，正是这份安分，让他在吕后死后成了汉朝的救命稻草。公元前180年，吕后病逝，吕后的侄子吕产、吕禄等人想趁机夺取皇位，发动叛乱。大臣周勃、陈平、关英等人联合起来，诛灭了吕氏家族，平定了叛乱。可叛乱平定后，汉朝却没有了皇帝。吕后立的小皇帝刘弘，其实不是刘邦的亲生儿子。大臣们觉得不能让他继续当皇帝，就商量着从刘邦的儿子里选一个新皇帝。一开始，大臣们想到了齐王刘襄，他是刘邦的长孙，手里有兵权，还参与了平定吕氏叛乱。可有人说，刘襄的母族势力太大，要是他当了皇帝，说不定会像吕后一样让母族专权，到时候又会天下大乱。后来又有人提到了淮南王刘长，可刘长性格暴躁，做事冲动，大臣们觉得他不适合当皇帝。
就在大家争论不休的时候，大臣陈平平突然说：“代王刘恒怎么样？他是高祖的儿子，在代国治理得很好，百姓都拥戴他，而且他的母族薄氏势力薄弱，不会出现外戚专权的情况。”大家一听都觉得有道理，刘恒仁厚，有治国经验，母族又没势力，确实是最合适的人选。于是大臣们就派使者去代国，想迎立刘恒为皇帝。使者到了代国，把来意告诉刘恒后，刘恒的第一反应不是高兴，而是害怕。他在代国待了15年，早就习惯了安稳的日子，也知道长安的政治有多复杂。他担心这是大臣们设的陷阱，一旦去了长安，说不定会有生命危险。刘恒赶紧召集代国的大臣们商量。郎中令张武说，长安的大臣们都是跟着高祖打天下的人，老谋深算，现在他们刚诛灭吕氏，权力很大，说不定是想把您骗去长安控制起来，您千万不能去，应该称病拒绝。中尉宋昌却不同意，他说，大臣们诛灭吕氏是为了恢复刘氏天下，他们选您当皇帝是因为看重您的仁德和能力，不是什么陷阱。您要是不去，汉朝就会群龙无首，到时候又会天下大乱。您作为高祖的儿子，有责任担起这个重任。刘恒还是不放心，他决定先派舅舅伯昭去长安，亲自和周勃、陈平等人见面，确认情况。伯昭到了长安，周勃、陈平就把诛灭吕氏的经过，还有想迎立刘恒的原因，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，还保证会全力辅佐刘恒。伯昭见大臣们是真心的，就赶紧回代国，把情况告诉了刘恒。直到这时，刘恒才下定决心前往长安。出发前，他特意挑选了宋昌、张武等亲信，让他们带着少量士兵随行，既保证安全，又不会让大臣们觉得他有野心。一路上，刘恒每到一个驿站，都会派人先去前方探查，确认安全后才继续前行，谨慎得不得了。抵达长安城外的魏桥时，周勃、陈平、灌婴等大臣早就带着文武百官在那里等候了。周勃手里捧着皇帝的玉玺，想亲自献给刘恒，可刘恒却没有立刻接过玉玺，而是说，玉玺是天子之物，应该先回代王府邸，等我和大臣们仔细商议继位事宜后，再正式接受玉玺，这样才符合规矩。大臣们见刘恒这么谨慎懂规矩，心里更佩服他了。随后刘恒跟着大臣们一起回到代王府邸，又和大家商议了好几天，确认所有流程都合规，朝中局势也稳定后，才在公元前180年9月于长安未央宫正式登基，成为汉朝的第3位皇帝，史称汉文帝。登基后的第一件事，刘恒就着手稳定朝局。他知道吕氏虽然被诛灭了，但还有很多吕氏的亲信藏在朝廷和地方上，要是不处理好，说不定会引发新的叛乱。可他没有像吕后那样搞大规模的杀戮，而是下了一道诏书，吕氏叛乱，罪在吕产、吕禄等首恶，其他受牵连的人只要真心归顺，一律赦免，既往不咎。这道诏书一下，那些原本担心被清算的人都松了一口气，纷纷表示愿意归顺新皇帝。朝中的气氛很快就缓和下来，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恐慌。接着刘恒又重用周勃、陈平、灌婴等开国功臣，保留他们的爵位和权力，让他们继续担任重要官职。他对大臣们说，你们跟着高祖打天下，又诛灭吕氏，恢复刘氏天下，功劳很大，我会一直信任你们，和你们一起治理天下。同时刘恒也没忘记自己在代国的亲信，他任命宋昌为卫将军，掌管京城的禁军，负责皇宫和京城的安全，任命张武为郎中令，负责自己的贴身护卫。但他也明确规定，这些亲信只能负责军事和护卫，不能干预朝政，避免出现亲信专权的情况。短短几个月，刘恒就把长安混乱的政治秩序稳定了下来。可他心里清楚，光稳定朝局还不够，汉朝最大的问题是百姓的日子太苦了。经过秦末的战乱，还有吕后专权时的苛政，很多百姓都没了土地，只能四处逃难，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
人相食的惨状。要是不解决百姓的吃饭问题，汉朝就算表面稳定，也迟早会出乱子。公元前179年，刘恒颁布了他登基后的第一道劝农诏，诏书上说，农业是天下的根本，百姓都靠农业为生。现在百姓辛辛苦苦种地，却还要交很重的租税，这对鼓励百姓种地很不利。从今年开始，免除全国百姓的田租，让大家能安心种地，多打粮食。这道诏书一下，全国的百姓都高兴坏了。要知道，汉朝建立以来，还从来没有哪个皇帝免除过全国的田租。很多原本逃难的百姓，听说不用交田租了，都纷纷回到家乡，开垦荒地，种起了庄稼。有的老人甚至对着皇宫的方向磕头，说没想到有生之年还能遇到这么好的皇帝。为了让更多的人愿意种地，刘恒还推行了入粟拜爵制度。他规定，百姓要是能向官府缴纳一定数量的粮食，就可以根据缴纳的数量获得相应的爵位，比如公事上造等。这些爵位虽然没有实际的权利，却能提升百姓的社会地位，还能免除一部分徭役。这一制度推出后，很多商人都积极响应。当时商人的地位很低，就算有钱，也不能参加科举，也不能担任官职。入粟拜爵成了他们提升地位的好机会。于是很多商人都把手里的钱用来购买粮食，然后捐给官府，换取爵位。这样一来，官府的粮食储备很快就充足了，也有更多的粮食可以用来救济贫困百姓。刘恒自己也带头重视农业，每年春天，他都会亲自到长安城外的农田里和百姓一起耕地、播种，还让皇后窦漪房带着后宫的嫔妃一起采桑养蚕，为百姓做榜样。他还经常对大臣们说，百姓是国家的根本，只有百姓吃饱了、穿暖了，国家才能稳定。我们这些当官的一定要多关注农业，多为百姓着想。在节俭方面，刘恒更是做到了极致。他登基后，没有扩建皇宫，而是把吕后时期修建的奢华宫殿长乐宫温室殿改成了仓库，用来储存粮食和农具。他自己穿的龙袍都是用粗布做的，上面没有任何华丽的装饰，破了就找裁缝修补一下，继续穿。后宫嫔妃的服饰也有严格规定，不能使用丝绸、金银等贵重物品，只能穿普通的布衣服。有一次，刘恒觉得皇宫里的宫殿有点破旧，想修建一座露台，用来夏天乘凉、赏月。他就召集工匠，让他们计算一下修建露台需要多少成本。工匠们算了之后，告诉刘恒，修建露台需要耗费100斤。刘恒一听，立刻就放弃了修建露台的想法。他说，100斤相当于10户中等人家的家产，现在还有很多百姓吃不饱、穿不暖，我怎么能把这么多钱花在修建露台上呢？还是把钱省下来，用来救济百姓吧。大臣们见皇帝这么节俭，也不敢再铺张浪费。有的大臣原本想修建豪华的府邸，见刘恒这么做，也赶紧停了下来。有的大臣原本喜欢收藏奇珍异宝，也都把宝物收了起来，不再购买。朝廷的开支大大减少，能有更多的钱用来支持农业生产和救济百姓。汉朝初期沿用的是秦朝的严苛律法，连坐法肉刑等依然存在。所谓连坐法，就是一个人犯罪，他的家人、邻居甚至整个村子的人都要受到牵连。肉刑则包括情刑，在脸上刺字；缢刑，割掉鼻子；月刑，砍掉脚等。一旦受了肉刑，一辈子都无法复原，比死还难受。很多百姓都因为小事而获重罪，有的只是偷了一点粮食就被判处情刑，有的只是不小心打碎了官府的器物就被判处月刑。刘恒早就觉得这些律法太残酷了，可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机会改革。
直到公元前167年发生了提营救父的事情，才让他下定决心改革刑法。提营是齐国太仓令淳于意的女儿，淳于意因为得罪了齐国的贵族，被诬陷犯罪，判处了肉刑，要押到长安去执行。淳于意有5个女儿，没有儿子。他被押走的时候，就对着女儿们叹气，可惜我没有儿子，到了危急关头，连个能帮忙的人都没有。几个女儿听了都哭得稀里哗啦，只有最小的女儿提营擦干眼泪说，爹，您别难过，我跟您去长安，我一定想办法救您。就这样，提营跟着父亲一起到了长安。到了长安后，他直接给刘恒写了一封信，亲自送到皇宫门口。信里说，我父亲是齐国的太仓令，平时为官清廉，这次是被人诬陷才被判了肉刑。肉刑太残酷了，人一旦受了肉刑，鼻子被割掉，脚被砍掉，或者脸上被刺了字，一辈子都无法复原，就算想改过自新也没有机会了。我愿意没入官府当奴婢，替我父亲赎罪，只求陛下能废除肉刑，给犯人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。刘恒看完提营的信，心里受到了很大的触动。他想起自己在代国时看到过很多因受肉刑而残疾的百姓，他们有的只能靠乞讨为生，有的甚至因为受不了别人的歧视而自杀。他觉得提营说的很有道理，肉刑确实太残酷了，不仅不能让犯人改过自新，还会让他们彻底失去生活的希望。于是刘恒立刻召集大臣们，让他们讨论改革刑法的事情。有的大臣说，肉刑是祖宗传下来的律法，不能轻易废除，不然会让百姓觉得朝廷没有威严。刘恒反驳道，祖宗传下来的律法是为了让百姓安居乐业，不是为了残酷地对待百姓。现在肉刑让很多百姓残疾，失去了生活的能力，这不是祖宗制定律法的初衷。我们应该改革刑法，让律法更人性化，给犯人改过自新的机会。最终，在刘恒的坚持下，大臣们同意改革刑法。刘恒下令废除连坐法，以后不管谁犯了罪，都只惩处犯人本人，不能牵连他的家人、邻居。废除情刑、异刑、月刑这3种肉刑，把情刑改成坤钱为成担冲，就是剃掉犯人的头发，让他们带着刑具去修筑城墙或者舂米。把异刑改成吃300，把月刑改成吃500，用打板子代替肉刑。虽然用打板子代替肉刑还是会让犯人受苦，但相比之前的肉刑已经人道了很多。而且刘恒还规定，打板子的时候不能用特别粗的板子，也不能打犯人的要害部位，避免把犯人打死。很多因肉刑而残疾的百姓听说朝廷废除了肉刑，都对着皇宫的方向磕头，说陛下真是仁德之君，给了我们这些人活下去的希望。除了改革刑法，刘恒在人才选拔方面也有很大的突破。汉朝初期，官员大多是靠世袭或者推荐，普通百姓就算有才能，也很难有机会当官。刘恒觉得这样很不公平，很多有才能的人都被埋没了，不利于朝廷治理天下。公元前178年，刘恒下了一道求贤诏，诏书上说，诸侯王、公卿、郡守，你们要积极推荐身边有品德、有才能，还敢于直言进谏的人，我会亲自召见他们，和他们讨论治国之道。只要是有真才实学的人，不管出身高低，我都会重用他们。这道诏书一下，全国各地的官员都积极推荐人才，有的推荐当地的学者，有的推荐有经验的官吏，还有的推荐隐居在民间的贤才。刘恒亲自召见了这些被推荐的人，和他们一起讨论农业、刑法、边防等问题。对于那些提出好建议的人，刘恒当场就任命他们为官。晁错就是通过这次求贤被推荐上来的。晁错是颍川，现在的河南禹州人，从小就喜欢读书，
尤其精通法家学说。他被推荐给刘恒后，向刘恒提出了重农抑商、移民实边等建议，这些建议都很符合刘恒的治国理念。刘恒很欣赏晁错的才能，任命他为太子舍人，后来又提拔他为中大夫，让他参与制定国家政策。晁错提出的很多建议都对汉朝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。还有张世之，他原本只是一个小小的骑郎，因为家里有钱才买了这个官职，一直得不到重用。后来他通过中郎将袁盎的推荐，得到了刘恒的召见。刘恒和张世之讨论秦朝灭亡的原因，张世之分析得很透彻，还提出了很多治理天下的好建议。刘恒觉得张世之很有才能，就任命他为业者仆射，后来又提拔他为廷尉，掌管全国的司法。张世之担任廷尉后，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，就算是太子或者王公贵族犯了法，他也会依法惩处。有一次，太子刘启和梁王刘武一起乘车进宫，经过司马门的时候，没有按照规定下车步行。司马门是皇宫的重要门户，按照汉朝的律法，不管是谁经过司马门都必须下车步行，不然就是违法。张世之得知后，立刻拦住了太子和梁王的马车，还上书刘恒，弹劾太子和梁王不敬。刘恒知道后，没有因为太子是自己的儿子就偏袒他，反而亲自向张世之道歉，说是我没有好好教导太子，才让他犯了错。然后刘恒又批评了太子和梁王，让他们向张世之认错。这件事之后，大臣们都知道张世之是个公正不阿的人，再也不敢因为自己的身份特殊就违法乱纪。而刘恒也因为尊重法律，重用贤才，得到了大臣们的更加拥戴。在经济管理方面，刘恒采取了轻徭薄赋、开放流通的政策。除了免除田租，他还减轻了百姓的徭役负担。汉朝初期，成年男子每年都要服1个月的徭役，去修建城墙、宫殿或者治理河道。很多百姓因为服徭役，耽误了种地，导致家里的粮食不够吃。刘恒觉得徭役太重，就下令把成年男子的徭役从每年1个月改成每3年1个月，后来又改成每3年20天。这样一来，百姓有更多的时间在家里种地，粮食产量也提高了很多。很多百姓都说，以前每年都要去服徭役，家里的地都没人种，现在不用经常去服徭役了，我们能安心种地，再也不用担心饿肚子了。同时，刘恒还废除了盗铸钱令。汉朝初期，只有朝廷才能铸造货币，民间私自铸造货币是违法的。可朝廷铸造的货币数量不够，导致市场上货币流通不足，很多百姓做生意都很不方便。刘恒觉得这样不利于经济发展，就下令允许民间在官府的监管下铸造货币，只要铸造的货币符合规定的重量和成色，就可以在市场上流通。这个政策推出后，很多商人都开始铸造货币，市场上的货币流通很快就充足了起来。百姓做生意方便了，手工业和商业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。不过，刘恒也规定，要是有人铸造假币或者铸造的货币不符合规定，就要受到严厉的惩罚，避免出现货币混乱的情况。刘恒还开放了山林、湖泊等禁地。以前山林、湖泊都属于朝廷，百姓不能随便进去砍柴、捕鱼、采矿，不然就是违法。很多百姓因为没有土地，只能靠砍柴、捕鱼为生，可因为朝廷禁止，他们只能偷偷摸摸地去，一旦被官府抓住，就要受到惩罚。刘恒觉得这样太不合理了，就下令开放所有的山林、湖泊，允许百姓进去砍柴、捕鱼、采矿，只要向官府缴纳少量的赋税就行。这个政策一下，很多没有土地的百姓都有了谋生的手段。
他们有的去山里砍柴，然后拿到市场上去卖，有的去湖里捕鱼，靠卖鱼为生，还有的去山里采矿，开采出来的矿石卖给官府或者商人。百姓的收入增加了，生活也慢慢好了起来。在后宫管理方面，刘恒也做得很好。他禁止后宫干政，就算是皇后窦漪房，也只能管理后宫的事务，不能干预朝廷的政事。窦漪房是刘恒在代国时娶的妻子，两人感情很好，窦漪房也很贤德，从来没有想过要干预朝政。后来窦漪房因为生病失明了，心情变得很低落。刘恒不仅没有嫌弃他，反而更加关心他，经常陪他聊天，安慰他。他还经常跟窦漪房讲自己在代国时的事情，讲百姓的生活有多苦，让窦漪房知道朝廷还有很多事情要做，不能因为自己的身体原因就消沉。窦漪房听了刘恒的话，慢慢调整好了心态，继续用心管理后宫，让刘恒能专心处理朝政。刘恒还减少了后宫嫔妃的数量，降低了后宫的用度。他规定皇后以下嫔妃的俸禄最高不能超过600石，嫔妃们的服饰首饰也不能用贵重的材料。他还把很多年老没有子女的宫女放出宫，让她们回到民间嫁人，过上正常人的生活。很多宫女都很感激刘恒，说陛下真是仁慈，给了我们重新生活的机会。公元前165年，汉朝遭遇了一场严重的自然灾害，天下大旱，很多地方还爆发了蝗灾，地里的庄稼都被蝗虫吃光了，或者因为干旱枯死了，粮食产量大幅减少，很多百姓都面临着饥荒。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百姓吃树皮、草根的情况，还有的百姓因为没有粮食，只能四处逃难。刘恒得知消息后，心里特别着急，他立刻召开大臣会议，商量救灾的办法。有的大臣说，应该开放全国的粮仓，向灾民发放粮食，帮助他们渡过难关。有的大臣说，应该免除受灾地区的赋税和徭役，让百姓能安心恢复生产。刘恒采纳了大臣们的建议，下了一道救灾诏书。首先，开放全国所有的官仓，向灾民发放粮食，只要是受灾的百姓都可以去官府领取粮食。其次，免除受灾地区当年的所有赋税和徭役，让百姓能集中精力恢复农业生产。再次，把皇宫和王府里多余的马匹、牲畜发放给百姓，一部分用来耕地，一部分用来食用。最后，派官员去受灾地区监督救灾工作，要是发现有官员克扣救灾粮款或者不认真救灾，就立刻严惩。为了带动全国上下一起救灾，刘恒还亲自前往受灾最严重的河南郡。到了河南郡后，他没有住在官府安排的豪华府邸里，而是住在百姓的土坯房里，每天和百姓一起吃粗粮，了解百姓的疾苦。他看到有的百姓因为没有粮食，只能吃树皮，心里特别难受，当场就下令处死了2个克扣救灾粮款的官员，给其他官员敲响了警钟。在刘恒的带领下，朝廷和百姓齐心协力，一起抗灾。很多富裕的百姓也主动拿出粮食，救济贫困的灾民。有的官员甚至把自己的俸禄捐出来，帮助百姓恢复生产。经过几个月的努力，这场严重的灾荒终于过去了，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流民起义，汉朝的社会秩序也保持了稳定。灾荒过后，刘恒更加重视农业生产，他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新的农耕技术，比如深耕细作、合理施肥等，还派农官到各地指导百姓种地。他还规定，要是哪个地方的粮食产量提高了，当地的官员就会受到奖励；要是哪个地方的粮食产量降低了，当地的官员就要受到惩罚。在刘恒的重视下，汉朝的农业生产越来越发达，粮食产量也越来越高。随着汉朝国力的逐渐恢复，一些大臣开始提议
封禅泰山。封禅泰山是古代帝王的一种祭祀天地的大典，只有做出巨大功绩的帝王才有资格去泰山封禅。大臣们觉得刘恒开创了文景之治，让汉朝从残破走向繁荣，有资格去泰山封禅，这样也能彰显汉朝的国力。可刘恒却坚决拒绝了大臣们的提议。他说，封禅泰山虽然是一件荣耀的事情，可耗费太大了，需要动用大量的人力和物力，还会耽误百姓的农业生产。现在虽然百姓的生活比以前好了，但还有很多百姓吃不饱穿不暖，还有很多地方需要发展。我怎么能为了虚名就劳民伤财呢？治国之道在于务实，不在于虚名。你们要是真心为朝廷着想，就多关注农田，多倾听百姓的呼声，而不是提议这些无用之事。大臣们听了刘恒的话，都觉得很惭愧，再也不敢提封禅泰山的事情了。而百姓们得知刘恒拒绝封禅泰山，更是对他敬佩不已，觉得他是一个真正为百姓着想的好皇帝。刘恒晚年的时候，身体越来越衰弱，可他依然坚持处理朝政，尤其是在继承人问题上更是花费了很多心思。他早年就立了长子刘启为太子，为了把刘启培养成一个合格的继承人，刘恒付出了很多努力。他亲自为刘启挑选名师，让刘启学习《论语》《尚书》等儒家经典，培养刘启的品德和治国理念。他还经常带刘启去农田，让刘启体验农耕的辛苦，告诉刘启，百姓是国家的根本，只有了解百姓的疾苦，才能当好皇帝，才能让百姓安居乐业。有一次，刘启和吴王刘濞的儿子刘贤一起下棋，两人在下棋的时候，因为一步棋发生了争执，刘启一时冲动，拿起棋盘就砸向刘贤，没想到正好砸中了刘贤的头部，刘贤当场就死了。刘恒得知后特别生气，他没有因为刘启是自己的儿子就偏袒他，而是严厉地批评了刘启，还亲自向吴王刘濞道歉，赔偿了刘濞很多财物，才平息了这场风波。经过这件事，刘启也吸取了教训，变得越来越沉稳仁厚。刘恒看到刘启的变化，心里很欣慰，觉得刘启已经具备了成为一个好皇帝的素质。他还叮嘱刘启，以后继位后一定要继续推行休养生息、轻徭薄赋的政策，要重视农业生产，要善待百姓，要重用贤才，不要因为自己是皇帝就骄傲自满。公元前157年，刘恒在未央宫病逝，享年46岁。他在临终前留下了一道遗诏，这道遗诏让所有的大臣和百姓都深受感动。遗诏上说，我死之后，丧礼一定要从简，不能扰民。陪葬的器物一律用瓦器，不能使用金银铜锡等贵重物品，以免浪费国家的财力。后宫的嫔妃，凡是没有子女的，全部放出宫，让他们回到民间嫁人，过自己的生活。百姓们也不用为我服丧3年，只需要服丧3日即可。在这3天里，不能禁止婚嫁、饮酒、食肉，不能影响百姓的正常生活。这道遗诏堪称中国历史上最节俭、最人性化的帝王遗诏。它充分体现了刘恒一生以民为本、反对奢华的理念，也让百姓们更加怀念这位仁德之君。刘恒去世后，百姓们都自发地为他哀悼，有的百姓甚至对着皇宫的方向哭了好几天，说我们失去了一位好皇帝，以后不知道还能不能遇到这样仁德的君主。刘恒去世后，太子刘启继位，是为汉景帝。汉景帝牢记刘恒的叮嘱，继续推行休养生息、轻徭薄赋的政策。他进一步减轻了百姓的赋税和徭役，还在刘恒刑法改革的基础上，进一步减轻了刑罚，废除了一些不合理的律法。在汉景帝的治理下，汉朝的经济继续发展，粮食产量越来越高，国库也越来越充实。据史料记载，
到汉景帝时期，汉朝的粮仓里堆满了粮食，有的粮食因为存放时间太长，都已经腐烂变质了。国库中的铜钱因为常年不用，串钱的绳子都已经腐烂了，足见当时汉朝的繁荣景象。历史上把刘恒和刘琦统治的时期称为文景之治，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盛世，也为后来汉武帝开疆拓土，开创汉朝的鼎盛局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刘恒虽然只当了23年皇帝，可他的历史功绩却不可磨灭。他在汉朝最残破的时候继位，用自己的仁德和务实，让汉朝从战乱的废墟中站了起来，让百姓从饿肚子过上了吃饱饭的日子。他没有像其他帝王那样追求奢华和虚名，而是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治理国家、善待百姓上。他的节俭不是小气，而是为了把更多的财力用在百姓身上；他的仁德不是软弱，而是为了让百姓能安居乐业，让国家能稳定发展；他的隐忍不是退缩，而是为了给汉朝争取发展的时间，让汉朝能逐渐强大起来。刘恒的一生没有惊天动地的军事壮举，没有轰轰烈烈的改革举措，却用一件件平凡的小事诠释了帝王的真正含义。帝王不是高高在上享受特权的人，而是应该为百姓谋福祉，为国家谋发展的人。他的故事告诉我们，真正的伟大不在于拥有多少权力和财富，而在于能否用手中的权力为更多的人带来幸福和希望。即使到了今天，刘恒的治国理念和个人品格依然值得我们学习。他的以民为本提醒我们要关注民生，重视百姓的需求；他的节俭提醒我们要反对铺张浪费，珍惜每一份资源；他的务实提醒我们要脚踏实地，不要追求虚名，要把精力放在真正有意义的事情上。刘恒虽然已经去世2000多年了，可他的名字和故事却永远留在了百姓的心中。他就像一盏明灯，照亮了中国历史的长河，也为后世的帝王和统治者树立了一个仁德之君的榜样。